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连续8天收视第一，赵丽颖新剧《风吹半夏》凭什么这么猛？赵丽颖不愧是电视剧女王啊，她一出手基本上都是爆款。上半年她主演的一部《幸福到万家》就引发了一波观影热潮，没想到下半年她又带来了一部大剧，而且数据比《幸福到万家》还要猛。开播8天，每天都是热榜第一，收视第一。那么赵丽颖这部新剧《风吹半夏》到底凭什么这么猛呢？其实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：一、演员阵容强大。这部《风吹半夏》的主角阵容，除了赵丽颖这个电视剧女王以外，剧中出现的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是实力派演员。比如许半夏带领的钢铁团的几个人，个个都是大腕啊。先说武建设吴总，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刘威，大家应该都熟悉吧？上半年才和赵丽颖合作了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在那部剧中，赵丽颖就把刘威折腾得够呛。到了这部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依然是和武建设对着干，依然是折腾武建设，可以说这对 CP 意外的有趣啊。除了武建设，还有冯嘉怡饰演的光头裘总，任重的花心厂长冯玉。可以说这个钢铁团的代表就相当耀眼的，更何况除了这一批好演员以外，剧中还有几个熟脸演员，也是真的实力派。一个就是王劲松老师，这次他在剧中饰演许半夏的父亲，嘴上不靠谱，实际上还是挺关心许半夏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剧中饰演小洋人的李光洁，他这次和赵丽颖演情侣，那是真的好磕。特别是一开始许半夏被人在国外骗了钱，许半夏说什么也不肯回来，还要在国外找到骗子，还要寻找机会的时候，正是小洋人在后面帮忙，才给了许半夏翻身的机会。而这还不是最好磕的，最好磕的是不管许半夏要干什么，李光洁这个角色都能无条件支持。比如许半夏去了东北，明明是收设备，明明是收机器去的，可他就因为看不过去，就要帮当地的老百姓打官司。而小洋人虽然不大满意许半夏多管闲事，可是许半夏真的要管，他也是上一秒挂断电话，下一秒就开始给许半夏找律师。可以说赵丽颖和李光洁这对 CP 真的好磕得很。当然除了这些熟脸演员以外，剧中还有不少惊喜演员，比如剧中的孙谦和欧豪，还有饰演许半夏后妈的刘薇薇等等等等。2、年代感强，题材够特别。除了演员阵容以外，这部《风吹半夏》最吸引观众的还是这部剧的题材和年代感。特别是剧中武建设组团带着许半夏他们去莫斯卡倒腾废钢，最后被骗那一段，真的是又搞笑又有年代感。当然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最后他们嘴里的废钢一上场，居然有主战坦克，有榴弹炮，还有喀秋莎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惊呆的。这种场面，这种场景，真的只有那个年代的电视剧里才会出现。当然把坦克当废钢卖，也只有那个年代的商人敢干了。说实在话，光凭这部电视剧的时代背景以及时代细节，这部电视剧就相当值得追下去。更何况这部剧的题材也够特别的，虽然是创业剧，但是讲的却是钢铁行业的创业。而从一开始童潇琪偷了井盖过来卖，到后来许半夏带着陈宇宙、童潇琪3人一起倒腾厂子里的废钢，一直到后面他们建堆厂、建钢厂，可以说这一路上许半夏这3人组的奋斗历程又热血又惊心动魄。特别是买堆厂那块的时候，为了拿下那块的，陈宇宙想到了先毁掉那块的，最后再去谈价格。就这一点，
就是之前的电视剧里不敢拍的。当然，除了这些以外，剧中几个大老板为了竞争，几人之间互相举报，而且一查一个准，也把那个时代的情况给说透了。那个年代要想发家致富，真的就是靠胆子大。当然还有裘总这种挨打还要立正的生意人，也是够真实的，这就是商人本性啊！只要有利可图，挨打了也要赔笑脸，真的是把商人的本性暴露无遗。所以说不避讳真实的时代细节，这部《风吹半夏》在商战大剧的领域里就已经站稳脚跟了。3. 有笑点，有泪点。除了演员演技和题材以外，这部《风吹半夏》在节奏上也做到了有笑点、有泪点。比如这部剧中最好笑的一个点，就是许半夏的堆场开业，童潇齐过来给许半夏道喜，他是怎么道的？带着一群人，又是敲锣又是打鼓，最后还抬着牌匾过来给许半夏亲自道喜，这场面要多喜感就有多喜感了。而这部剧中的泪点呢，那就在陈宇宙身上了。他为许半夏付出了所有，欠钱的时候，陈宇宙押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就不用说了，关键是讨债的人找上门的时候，赔笑脸的是他，挨打的也是他。好不容易等来了许半夏发家致富，好不容易等来了许半夏翻身，终于有了好日子了。可是这个时候，陈宇宙却突然查出了癌症，突然就要死了。而许半夏为了让陈宇宙过好剩下的日子，还专门花了大价钱请婚托周希来陪陈宇宙，专门花了钱请周希来陪陈宇宙走完剩下的时光。可是谁能想到，陈宇宙什么都知道啊！看起来是一群人在陪着陈宇宙演戏，看起是所有人都在哄陈宇宙开心。可是反过来一想，这何尝不是陈宇宙在哄许半夏、童潇齐他们开心呢？就是怕他们担心，所以他才装作自己不知道，就是怕他们胡思乱想，所以才陪着他们把这场戏给演下去。最让人破防的还是陈宇宙对周希的感情吧。陈宇宙第一次谈恋爱就遇到了周希这个婚托，而什么都知道的陈宇宙却不管不顾，依然要冲上去，还要和周希拍婚纱照。特别是陈宇宙和周希拍婚纱照的那场戏，婚纱是真的，玫瑰花也要真的，陈宇宙爱周希的心也是真的，可唯独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假的。就这场戏，真的让人泪奔了。我相信陈宇宙下线的时候，肯定会惹哭无数人，因为陈宇宙这个角色确实写得太好，写得太催泪了。所以说，这部《风吹半夏》能成为爆款，还能每天占据热榜第一，真的是实至名归的。这样的好剧再来一打都不嫌多。